风控在家，楼上的情侣吵个没完。我实在忍不了了，直接点开住户群，把语音60秒输出了个极限。没多久，声音就安静下来。群里发来一张图片，一个女人身子被劈成了2半，倒在浴缸里，并配有文字：不好意思，吵到大家了，我已经把她杀了。我一句卧槽，直接丢了手机。齐飞看着球赛，回头瞥我一眼道：叫什么叫？你就买了20块钱的足彩，又赔不了多少。我冲过去把电视关上，话都说不利索，楼上杀人了。他点开照片看了看，显然恶心了一下，说道：这都啥时候的瓜了，还能吓到你？这新闻我早就看过了。是真的。我身子抖起来，这姑娘我见过，前几天还来借过晾衣架，现在却被劈成了2半，尤其是那张脸泡在满池子血里，又青又白。齐飞笑得牵强，额头冒了汗。不会吧，他要是真杀了人，还能发到你们业主群里？听他这么说，我也缓缓松了口气，哪有杀了人还这么光明正大的？8成是被骂鸡了，故意吓我们的。别想了，来，看球赛，巴西队应该能再拿1分。他又把电视打开了，可没看几秒，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砰砰砰，我的心猛地被揪起来，站着不敢动。齐飞骂了句脏话，明显也吓住了。我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看了一眼，是隔壁的邻居涛哥。小李，你看业主群了没？看了，应该不是真的吧？是不是那2口子吓我们呢？不知道。张涛脸色难看，压低了声音，我1个小时前就听见他们吵得挺凶的，好像还砸了什么东西，有可能不是玩笑。真杀人了？他盯着我没说话，又推了推眼镜，道：不确定，刚才我好像还听到2人嬉闹的声音。我咽了口唾沫，20多年头一回体验到什么是头皮发麻。我们租的是学校后面的筒子楼，一条走廊上10间屋子，这会儿声控灯没亮，黑得看不到尽头。那我们赶紧报警啊！齐飞走过来，也没心思看球了，这孙子太变态了，还发在群里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我正准备打110，手机却忽然又弹出了一条消息，是个视频。我赶紧点开，正面的姑娘正好端端地坐在沙发上看球赛，看见镜头，有些调皮地眨眨眼。真是开玩笑啊！齐飞来了火气，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这么恶心的玩笑也开？说着撸起袖子就要上楼。张涛赶紧拉他，冷静点，小兄弟，咱也都快搬走了，不值当的。他这么说，我倒是冷静了一点，也是见着活人，没那么怕了。我们这楼快拆迁了，一共也就7、8户人，下个月一动工就都搬走了。别搭理他们了，这2口子都不正常。我上去说说，毕竟我以前也是这幢楼的楼管。张涛摆摆手，看了眼手表，行了，这么晚了，你们赶紧睡吧。我心底却总吊着一口气，看着齐飞骂骂咧咧地关上门。你说是玩笑吧？毕竟那张照片真的挺吓人的，我到现在腿都打颤。外面冷风吹过来，不知怎么，总觉得空气里有股血腥味。人家都发视频了，肯定是玩笑啊。我又打开手机，把那视频重新看了一遍，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他转过头时候，电视屏幕上正好是巴西进球的一幕，比分牌上还写着1-0，可现在比分已经2-0了呀。这视频是之前拍的。不等我开口，群里忽然弹出了一个新消息，嘿嘿，被骗了。我猛地后退了一步，一个巨大的念头浮现，涛哥要出事。黑暗里，走廊尽头的灯忽然亮了一下，我赶紧点开涛哥的头像，给他发消息：涛哥，别过去，别敲门，快回来。是真的，别敲门。手机从我手里滑下去，我整个手心全是汗。下一秒，群里又传来一张图片。齐飞看我吓成这样，捡起手机就要看，谁知猛地跌倒了地上。什么东西啊！我颤抖地抹了把脸上的汗，瞥了眼地上的手机。张涛躺在走廊里，眼睛死死地瞪着，脖子上一道细长的裂口，往外涌着血，一刀封喉。真他妈是个疯子！齐飞骂了一句，喘着粗气站起来，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赶紧报警！我却动不了了。图片上张涛的手里还死死地握着手机，亮起的屏幕上是我刚刚发给他的消息。接着群里的消息又震了一下：住户司警号2拍了拍您，住户司警号2拍了拍您，住户司警号2拍了拍您。他要来找我了。我丢下手机，疯了一样的跑到门口，反锁大门，再关上门窗，甚至把窗帘都拉得严严实实的。打开手机，报警，那边很快接通。我们这里出事了。就在一阵刺耳的声音传出来，通话猛地断开了。我这里没信号了！齐飞惊叫。原本满格的5G 信号，现在却全都消失了，就连走到窗边也没有信号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之前听涛哥说过，那疯子好像是个老师。前几天中学有模拟考试，他肯定是用了信号屏蔽的东西。齐飞连着骂了几声脏话，直接瘫倒了地上。这下怎么办？报警也报不了了，这疯子不会下来找咱们吧？底下的大门也锁了，咱们哪儿都不去了。我只觉得一股凉意从脚尖往上窜，头晕目眩。明天一早有人来做核酸，到时候肯定能找到人。可我们现在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才是问题。
哒哒哒，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，很有秩序，不紧不慢。极大的恐惧冲射过来，我眼前发白，动都动不了。齐飞还算好一点，死死地盯着我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我俩就这样定在原地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我脚尖都开始发麻的时候，外面安静了下来。他接着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，往猫眼看过去。卧槽！齐飞尖叫一声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涛哥回来了，就在门口。我心底一颤，差点吓尿。涛哥不是已经死了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没骗你，我真没骗你。他就站在门口。我从厨房抄起了把菜刀，猫眼的玻璃在月光下泛着绿色光，跟谁正看着我一样。这一眼，我的魂儿差点吓出来。涛哥还真瞪着眼站在门口，下巴往下全是血迹，周围空荡荡的，没见其他人。开不开门？开个屁！外面不是人也是鬼，开了咱俩都活不了。齐飞这会儿精神都快错乱了，不停地点着手机。刚才还有信号的，怎么这会儿一点信号也没有了？我举着手机往床边走，学校那种屏蔽器虽然管用，但紧急电话屏蔽不了啊，除非离得很近。这个念头闪过的一瞬间，齐飞拉开了窗帘。漆黑的阳台上，一根铁链吊着一台信号屏蔽器，摇摇晃晃地悬在半空。卧槽，这孙子什么时候挂在这儿的？上面绿色的灯不停地闪烁，显然就是信号中断的罪魁祸首。我伸手就要把它扯下来，可刚触碰到它就缩了回来。屏蔽器的正上方还挂着一只胳膊，血淋淋的刚砍下来的胳膊。齐飞叫了一嗓子，我转身就抱起了垃圾桶，胃里一阵翻滚。虽说平日里跟几个同学经常吃瓜，但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真实的东西，血腥味浓得让人作呕。齐飞关上窗户，又嫌不够，把窗帘也拉上了。这怎么办？我是不敢碰了，也太变态了。卧槽！报警电话打不出去，下一个挂的就是咱俩的手。我说着就要去扯窗帘，却被齐飞拉住。这楼上7、8户人家呢，难不成除了你都没人报警了？估计早就有人报警了，你别碰那玩意儿了。被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停下来了。这栋楼一共有8户，我和涛哥、那个凶手，还有1楼几个老爷子。他们7、8点就睡了，手机也没微信，估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除此之外，就剩2楼有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还有4楼有个外卖小哥。不过现在疫情严重，外卖小哥早就被拉走隔离了。2楼那孩子快高考了，估计他妈带着他睡得早，没看群里的消息。我跟齐飞平日里也没熬到这么晚过，今天要不是等着看世界杯，也不至于跟楼上的吵起来。谁能想到发生这种事情，我有办法了。齐飞转过头，指了指外面，说这儿打不了电话，咱们去楼梯口打不就行了？如果那凶手就堵在楼梯口呢？你不是扒着送人头？被我这么一堵，他也没了办法，可就这么等到天亮，这疯子随时都能杀上门来。咱们就锁好门不出去，他还能闯进来不成？齐飞哆哆嗦嗦，我咽了口唾沫，看了看又破又旧的木门，使劲晃2下都恨不得散架，一脚就能给踹废了。我们把手机塞到了上衣内侧的兜里，又去厨房抄了2个水果刀。门外不管是人是鬼，我们都得出去，再不出去，我们都要成鬼了。齐飞贴着猫眼看了很久，到门口没人，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脚尖都是麻的，缓缓拧开了门锁。随着门被拉开，张涛的尸体也顺着朝我们倒过来。卧槽！快躲开啊！齐飞猛地推了我一把，那尸体跟活人差别太大了，直接挺着摔在地上。我终于知道书里说人死了会硬是怎么回事了。齐飞嗷的一嗓子，直接喊亮了楼梯里的声控灯，我赶紧扑过去捂他的嘴。嘘，他该听见了。可还是晚了一步，那声控灯在灭下去的一瞬间，又重新亮了起来。我俩屏住呼吸，只听见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从楼梯栏杆那里传过来，还带着一阵金属摩擦的声音。是刀。我感觉裤子中间喷出了点热流，吓得连滚带爬站起来。关门，赶紧关门！齐飞快哭出来了，关不上啊！张涛的尸体就卡在门口，背影朝着我俩，阴森森的像条黑虫。那脚步声下了楼梯，我猛地看见尸体腰上的钥匙，一把扯下来。去隔壁！快快快！我俩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浑身都是血，一把扑到隔壁的门上。赶紧开啊！卧槽！脚步声好像加快了，他再跑过来，老子要交代在这儿了，你赶紧啊，周宇！齐飞快把我耳膜喊碎了，我哆哆嗦嗦地插进去钥匙，直接摔了进去。他转身就堵住门，拖鞋都跑掉了。砰的一声，那人似乎撞到了门上。我跪爬过去，赶紧再关上防盗锁。这道门是新换的红木门，质量比我们的好很多，就是没有猫眼。外面一阵死寂，好像没了声音。我跟案板上的鱼一样，连滚带爬地喘着粗气，羽绒马甲都跑丢了。齐飞瘫坐在地上，看了眼我的裤子，骂了句脏话：笑毛啊，你别老子好不到哪儿去。我骂他，也顾不上裤子，赶紧从怀里掏出手机往阳台走。有信号了，这种信号屏蔽器也就能屏蔽网络，急救电话只要稍微拉开距离就能打通了。我说的话语无伦次，
那边好半天才听明白，齐飞抓过电话报了地址，我俩才瘫软下来。真算是力竭了。他瞥了我一眼，喘着粗气笑了，你要不先去换条裤子，滚一边去。要不是我拿了钥匙，你早就见阎王了。我走到屋里找了一圈，看着张涛的柜子却下不去手，脑海里他笔直趴在地上的模样，像个被拍死的蚯蚓。卧槽，不换了。我坐在门口，手里还不敢放下刀，身上沾的都是血，乍一看还以为我是凶手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又来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平山路的民警，是您报的警吗？你好，先生，您还安全吗？是。齐飞正要上前开门，被我猛地扑过去。不能开，我们打电话只说了位置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哪一间屋子？门外的，绝对不是警察。齐飞瞪了眼，手跟摸到开水一样，赶紧松开门把手。同一时间，门把手上面有什么东西猛地闪过，快躲开！我抱着他的腰往后拉，身子彻底麻了。扶手上面是劈进来的刀尖，不知道那人用了多大的力气，刀竟然从门上穿透了，冒着寒光扎在那里，就差一点，齐飞的手就废了。他神情呆滞地坐在那，地上湿了一大片，直到外面的脚步走远，我才转头。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啊！吓了一晚上，我头一次笑出来，他也捂着脸大笑，抬着腿踹我。老子就不该来你这里看球，命差点都没了。我俩仰头大笑，劫后余生的感觉上到头顶，赶紧躺到地上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楼下传来了警笛声。从楼上到楼下，总共有2具尸体，那个女人和张涛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楼上的另外几户睡得早，平日早就屏蔽了群里的消息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警察把我俩拉到警车上，外面那个带孩子的女人不耐烦地走出来。谁管那些事儿啊？我闺女明天还得早读呢。问完了没有啊？警察把着重点放到了我俩这里，也没多问，给我俩拿了条裤子换上。你们刚才说的，我们大致都了解了，凶手目前已经逃走，我们已经备案通缉，跑了。齐飞直接蹦起来了。我俩报的警，他跑了，我俩不就惨了？我吓得头皮发麻。女警安抚了我俩的情绪，声称会在这里部署保护我们，让我们跟学校说一声，这几天就别出门了。那男人很可能会再来找我。而且女警面色犹豫，而且那具女尸头不见了。如果你们发现什么，请及时跟我们联系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后面的话一个字没听清。头没了。发照片的时候头不还在呢。询问一直到早晨，我跟齐飞才能回去。门口张涛的尸体已经挪走了，警察也留了几个人埋伏在张涛家里。我一推门呆住了。客厅的墙上挂着我的照片，还有课本，甚至还有我刚写完的论文。东西都被胶带粘在墙上，上面还有红笔批改的痕迹。凶手在离开前批改了我的作业和论文。这人有病啊！齐飞转头去叫警察，赶紧搜查了屋子。凶手收集了你的资料。警察面色凝重，这几天你就待在这里吧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我蹲下身子没动，齐飞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还没毕业，也没考研，我妈还等着我回去过年呢。我喉咙一梗，哭了出来。虽说大老爷们哭鼻子挺丢人的，但碰见这种事儿谁也绷不住。齐飞陪着我在地上哭了好一阵，带我去学校收拾东西。东西大多都在宿舍里，我上个月一直在外面找实习单位，才搬了出来。舍友都去包夜了，隔壁宿舍同学看我回来，打了声招呼：“你真能睡啊，周宇，喊你去网吧都不去。”我一愣，随口接道：“啥时候喊我的？”“刚才呀。”他摆摆手：“我喊你好几声，你都跟个死猪一样不起来。”一种诡异的感觉直往我头顶冒。齐飞皱了眉，直接进了宿舍。屋里没人，但我床上有。我喊了几声，那人不应。齐飞踩了梯子上去，掀开被子。卧槽啊！他脚一滑，直接摔了下来，捂着腰哀嚎。我赶紧扶他，却被推开，不停指着上铺的床。报警！报警啊！被子下只有头，没有身子。警察很快赶到，确认那就是女尸丢的头。宿舍里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警察拉了警戒线，也查了监控。那人是在室友们都出去了之后进来的，出宿舍后又去教学楼的厕所换了衣服。学校人流量大，找到他还需要时间。这下整个学校都封锁了。齐飞快被吓出心理阴影了，路上被人撞一下都要嚎上一嗓子。我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只觉得人群中一直有人看着我。你们得回到住的地方，我们会暗中保护你。齐飞恼了，一撂胳膊道：“出了这么大事儿了，你们还让我们回去？那不是送死吗？”警察觉得那人肯定还会回来找我们，在这里守株待兔，效率会更高。别怕，我们会在你们屋子和隔壁都安排人手。齐飞连着骂了好几句，我想让他先回家，他却非要陪着我。回到楼下，我看了一眼，楼层只有4层，阴森森的扎在地里，跟他娘的墓碑一样。警察部署好之后，我跟齐飞又坐到了屋子里，电视上放着荷兰队踢厄瓜多尔队的比赛，却愣是没看进去。齐飞抖腿道：“你说他今天会来不？”我咽唾沫，来了正好，抓了他，咱就不害怕了。他奶奶的，还把头放到宿舍，老子都吓出心理阴影了，
死变态！齐飞骂了一句。警察走过来道：“关好门窗，有任何声音，随时叫我们。他们部署在隔壁，随时可以出动。”然而裘赛看到一半，那孙子没来，2楼的女人来了。她哭得昏天暗地，上了楼就捶我们的门：“救命啊！我家悠悠被绑架了！”我俩一愣，她已经冲进来了，喊道：“警察呢？赶紧出来呀！”走廊里声音震耳欲聋，那边的警察没一会儿就走进来了。怎么回事儿？我家悠悠放学都好几个小时了，都没回来，这都天黑了。她扑通一声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肯定是那人报复我呀！肯定是他！你们赶紧去找啊！齐飞听得头疼，他都那么大了，估计是出去玩了吧。那女人却一口咬定是那杀人犯报复。为啥报复你？你又不知情。一听这话，他忽然支支吾吾起来。那天我看见了。什么？我一把冲过去，抓住他的胳膊。你看见他了？什么时候？就在他杀人的时候。我本来是想让他小点声，我家悠悠要学习，谁知道就看见那个女人躺在地上，浑身都是血。他说着，紧闭着眼，抓着衣服发抖。那你怎么不报警？我气得大吼。齐飞已经愣在了原地。如果他一开始就报了警，涛哥就不会死了呀，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儿发生了。女人一拍腿，哭了起来。我不敢啊！一报警，他肯定就知道是我了，到时候他报复我和俺家悠悠咋办啊？我浑身发麻，后脑勺钻心的疼。你怕？我们就不怕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不报警，又死了一个人啊！你都看见了，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齐飞吼着就冲了过去，却被警察拦了下来。女人也心虚，却也冲着我们喊：有几个敢报警的？你们报了，然后呢？你们不怕死？我还有孩子。我怕。我想起宿舍的人头，话噎到了嘴里。舍友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全搬出去了，学校停了课，那天找我的同学回家休养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能也不会再选择报警了。你说的对，对的毛。齐飞直接揪住了我的衣服。周瑜，你跟着发什么神经？不报警，等着让他杀更多的人。你是个怂蛋吧？警察原本的计划被打乱，赶紧呼叫了增援，又抽调了一部分人去周边搜查。屋里就剩下3个警察，2个换上我俩的衣服，假装是我和齐飞，另一个带我们去了隔壁躲着。闹了这一通，我俩刚才还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一会儿，锁好门，坐着看起了世界杯。反正有警察顶替了我俩，这几天真倒霉，赌球也输了200多。齐飞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忽然听到耳机里的声音，孩子找到了，在附近的花园里，说是有人威胁他留在那。我去，我心里一慌，这不是调虎离山吗？齐飞看着球赛，摆了摆手道：隔壁都有警察呢。我心里还是没底，在屋里转了一圈，不对劲，跟着我们的那个警察呢？我转头往屋里走，猛地推开卧室的门。怎么了？警察回头没，我正要开口，猛然看见他脚下伸出来一双惨白的手，砰的一声，警察应声倒地。那男人穿着黑色雨衣，一张脸煞白，他像个螳螂一样，慢慢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。巨大的恐惧让我几乎要猝死过去。我不能动了。齐飞听见动静走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他直接朝外喊：他在这里，你们快过来！我也反应过来，猛地就往门口冲。可下一秒，脖子间一阵剧痛。周瑜，动我兄弟，我操你大爷！齐飞冲了过去，我想拉他，可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过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的屋子，我被绑着手，嘴也被堵住了。周围像是厕所，我躺在洗手台下面，周瑜躺在浴缸里，头上在流血。我身上没劲，脑袋发麻，只剩3个念头： 1. 我要完了； 2. 我会死得很惨； 3. 我再也不骂人了。如果是这样，还不如一开始就让他给我个痛快。楼下有警笛声，警察在找我们，证明这里离我家不远。何况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他把我俩带到这里，距离肯定不远。我叫不出声。齐飞是死是活，我不知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手被反绑着，只能使劲拿脚踹着浴缸。我不能连累齐飞，反正都要死了，还不如留点英雄事迹。哟，醒了。我瞪着那男人，你兄弟挺讲义气。他握着刀，在齐飞脸边晃了晃。为了救你，连命都不要了，可惜了，拳头抵不过电击棒。我使劲踹着浴缸制造噪音，他却忽然把刀架在了齐飞脖子上，喝道：安静点。我不敢动了。挺好的，我也有个兄弟。他坐在浴缸上笑了笑，不过他跟我老婆搞上了，我就抹了他的脖子。我一愣，算是听明白了。涛哥，怪不得他当时不让我报警，还要自己上去看，感情都是因为你呀，涛哥。原本想着极限1换2，值了，谁知道还能再搭上你俩。他说着蹲下来，我才看清他的长相，皮肤白得吓人，脸颊凹陷，看着挺虚的。这2个狗男女在我家跟他家中间又租了一间房子，还弄了楼梯。他说着自己都笑起来，身子一抖一抖的，真是煞费苦心，连警察都没找到这里。
他说着，拿刀晃了晃，又丢到了一边，转身去客厅拎了一桶东西。一换四，我肯定是死刑。这桶汽油本来是准备烧死他俩的，谁知道他们自己送上门了。汽油味道刺鼻，直接泼到了齐飞头上。现在给你俩用，也算让你俩一起轮回，来世还当好兄弟。没什么时间了，他也放了心，直接撕下了我嘴上的胶布。想跟你好兄弟说点啥，说吧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疯了一样的骂他。我去你妈的，你个变态！怪不得你老婆给你绿帽子，你他妈的就是个疯子！我告诉你，老子今天死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齐飞，你给老子醒醒！你再睡就变成烤乳猪了。我喊的声音不小，他也无所谓了，窗户关着任我喊，反正很快这里就会变成火海。火鸡呢？那男人摸了摸口袋，忽然走了出去。客厅里一阵翻箱倒柜，带着男人的怒骂声。我看着丢在地上的刀，使劲用脸撑着地板往前挪动。涛哥死了，他给好兄弟戴绿帽子，那我俩凭啥死啦？我俩大好青年，就算骂了他几句，都被揍成这样了，也总该算清了吧？我跪在地上，双手在后背摸索着刀尖儿。绳子断开，齐飞，你给老子醒醒！我一耳光扇了过去。我骗了你，其实前天晚上我买的沙特队，我赚了6000多。不知道齐飞是不是真听到了这句话，竟然睁开了眼。咱俩这是到天堂了吗？我赶紧给他解开绳子，喘着粗气。还早着呢，一会儿上不上就不一定了。他意识逐渐清晰，猛地就坐直了身子，看了眼自己的衣服。这孙子给我泼汽油！嘘，先别说话，想想怎么逃出去。一会儿他拿着火机回来，咱俩就完犊子。我刚才喊了，警察估计很快就到。齐飞深吸了几口气，猛地扯了我的衣服，把你衣服脱了。我愣住，后退了一步道，我是直的。滚！他把刀塞给我，要能活下来，看我怎么弄死你。话不太对，我还是照做，全身上下脱的就剩个裤衩子。齐飞把我的衣服包在一旁的扫把上，又嫌不够，把垃圾桶也塞了进去。你躲在后面，别出声。听着脚步声走过来，他抱着我就趴到地上。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别动！那男人抓着火机，另一只手还举着刀，猛地就冲了过来。你别碰我兄弟！齐飞大吼一声，压住我就往角落的爬，另一只手还死死地拖住我。那男人看见我俩这狼狈的样子，顿时就停下了脚步。别跑了，你俩一块死不就好了？齐飞往后爬，他就往前追，两人越走越往里。下一秒，我举起刀就从门后冲了过去。啊呀！我大吼了一声，直接将刀朝他身上扎了过去。砰！他被我扑倒在地，刀正好戳在他肩膀的位置。齐飞猛地爬起来，一把踢开他手上的火机。啊！那男人大吼一声，举着手里的刀就乱挥起来，一脚踹开我，就要站起来。这都能站起来？我浑身打颤，抖得不成样子，抓起刀又往下刺。这一次戳到他屁股上，那男人哀嚎着，声音变了调，我彻底绷不住了。我一把扔开刀，站都站不稳。平日让我杀条鱼，我都要敲无数遍木鱼。如今我杀人了，不许动！警察！身后一阵巨响，几个警察直接冲了进来，立刻把男人团团围住。女警从后面冲进来，看见浑身湿透的齐飞，还有只穿了一条内裤的我。你们没事就好，命还在，就是脸没了。根据警察所说，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换过，是特殊的隔音窗户，估计是涛哥跟那女人怕被抓到，特意换的。他们联系不上我们的时候，就赶了过来，但我们已经不见踪影了。他们封锁了这里，但把目标放在了外面，直到有人报信说在楼下听到踹东西的声音，心想我们会不会出事了？谁呀？我俩问。女警冲外面抬了抬下巴，是2楼带孩子的那个女人。她看见我俩，赶紧捂住孩子的眼，没好气的冷哼了一声。我俩却恨不得给她磕个头。检查了一天身体，我跟齐飞就出了院。他脑门缠了绷带，非要我拿出那赌球赚的6000块，请他吃牛排。我俩也从那个地方搬出去了，换了一间人比较多的居民楼。直到那天，楼上再次传来熟悉的吵闹声。你们大半夜的，话说到一半，齐飞拉了拉我。经历了那种恐怖的事情，我赶紧取消了发送，重新编辑。亲爱的有林，可以麻烦您小点声音吗？谢谢您。